来吧，新玩具曹王阁的小蚩尤终于也是出齐了，正好今天我们进入最终的大合体篇。所有角色的小枪在这里啊，我们先把这一节折下来，打的握把，然后两进行拼接。这一节在组合的时候，注意这个方孔和前方原装的一个定位，左右夹合扣在一起就好了。然后就一个尴尬的事情出现了。之前在第一款小鹏的时候一直中奖了，小鹏的第一个武器带的是错误的，所以这块的枪头就没办法偏上去了，带的是这个枪。啊，这个就很尴尬了，大概其知道这个意思就行啊。大剑的组合也很简单，左右这里先把这块的刀刃对插在一起，然后顺着这两个眼儿卡进去，继续顺着这个凹槽把左右的扣子夹上。造型还是挺独特的，上面有3个巨盘，转的还挺溜。顺着这3个孔再把剑柄插上。然后是我一直纳闷的，小狮子带的这2个东西是往哪儿装的？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手腕的加强部件。现在这样看起来，虽然也能组合上手腕，但是这一块会显得有一些空，并不美观。在每一个手腕上边多加装一个零件，然后把红色的部分旋转180度。哎，此时就可以根据中间的扣子对插起来。拇指挪一下，4指张开，变成第7个小弟小螃蟹。嘿，造型还是挺萌的，也是源自于大比例那个时候的设计。但是这个小螃蟹的组合变形也挺可爱的。当然，再加上这个零件，再回归手腕的时候，这一块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曲线过渡，而且让手臂再增长了那么一小节啊。虽然说只是这么一点点的尺寸，但毕竟这一款小比例个头也不大嘛，加了这一节还是非常明显的。进入我们的完全合体，组成脚和腿。牛后背的这个盖子要打开，然后滑槽插进去，盖上。犀牛这块倒是不用盖子，直接滑槽往里怼。小猩猩这回是名副其实的我来组成裆部，中间这里又是一个 T 字的滑槽，腰部和小狮子进行连接。哇，这块腰部在结合的时候还是挺紧的，需要一些力气。手臂的安装同样为 T 字滑槽，直接从这里往下插挂上。翻到后背来，拿出大鹏的翅膀，从这里倒着往上扣。我一开始以为啊，这个地方倒着往上插会不会松脱啊？但是实际插起来，哇，还挺紧的。摩擦一摩擦。这个炮如果没中奖的话，应该是这么长啊。2种的搭载方式，一个是握在手里边当枪使，另外的一个冲云霄嘛，其实是有一个臂炮的，插在大鹏的侧面。但是现在缺了一节啊，这么看一下就行了。最后大剑一握，哇，相当不错的一个合体完成效果，真的太帅了，金灿灿的感觉。其实美型方面来说是完全不输于那款大的蚩尤的，唯一的可惜啊，这一块手臂上面的炮缺了一节，这个太尴尬了。可以说这款小蚩尤的完成度是相当之高了，我很喜欢胸口这一块狮子的一个设计，我觉得会比那款大狮子设计来得更简洁明快一些啊，处理完的效果也更好。同时身材比例方面也并没有像大的那个，我觉得大的显得有一点头小。有可能是看这小的看惯了啊，小狮子的这个蚩尤的合体头变出来的这尺寸，我觉得刚刚好合适，但也并不是100%的无脑缩小，它在一些细节的地方更改之后啊，会有一些更符合小比例合体金刚的美术设计概念在里边，整体的大剑风格也和原先的不太一样了。合体完成后，其实这个尺寸不小啊，到头顶的炮最高处差不多26.5公分左右，到背炮顶最高的地方也是将近了30公分。
金灿灿的效果十分的高贵啊，再加上身上不错的涂装点缀和一些细小的文字印刷，让这款蚩尤看起来虽然是一个小比例的组合金刚，但是放在那里的气势也是不输于那款大的。突出的是一种精致感，尺寸虽然不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这个尺寸我觉得更适合玩家拆开去反复把玩。再有，在整体的设计上边简化下来了以后啊，但是它处理的效果其实比那个大的并不差，尤其在主体的小狮子的设计上面，我觉得甚至比大的那款狮子设计来的更加的简洁明快，而且在合理的位置上边运用了更少的零件来完成处理的效果，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动方面，该有的关节都有啊，只是我个人感觉小猩猩的这个胯部这一块并没有齿轮关节来增强稳固，只是靠一个轴力，所以你 A 字接地如果摆的大一点的话，会容易劈叉。那么总的来说吧，藏丸阁也是信守了承诺，终于在今年年底即将结束的时候，把这套小蚩尤完全的合体了起来。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大蚩尤合体了起来，那今年年中又把这套小蚩尤组合起来，也算是和去年有一个很好的呼应了。展望一下明年，藏丸阁的重点肯定是放在了应龙卫那一套的合体上边，也是期待着明年这一年的时间能把应龙卫队全部的出齐吧。总体来说，各方面表现的素质都非常的高，不论是美型度、涂装、造型以及变形设计方面，我觉得在最终的合体画面展现出来都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力。唯一美中不足，小猩猩的胯部这些关节有待加强。再一个我感觉小猩猩作为第6人在设计上面为了变成这个胯部显得有一些繁琐，它其实最终处理的效果并没有那个小狮子来的妙。其实应该把最终上半身这3个成员的重量考虑在内压在这2个胯关节上边，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支撑力的。2只大手依旧能组合成小螃蟹，2只脚这回也是放弃了奔狼的状态，改变成了支架，其实也是另一种变相的零件利用。每一个配件都有它使用的地方，而且在如今第三方大裤衩大肚兜泛滥的今天，藏丸阁能想着出第6人、第6.5人，把这些东西全部的利用起来，还加了一个其他的独创的形态来进行变形，也算是在第三方的合体金刚界鹤立鸡群了。这一点想必也是让许多期待合体的玩家非常希望看到的事情吧。毕竟大裤衩大肚兜这些东西为了兼顾所谓的还原度了、完整性了、一体性了，取舍掉的太多了。而处在纯原创和半原创过渡之间的藏丸阁其实开了一个更好的先河，他们脱离开了原先的记忆框架，创造出来的这些第6人真的是在第三方领域里边有一种指路明灯的作用。那么也是希望后续的应龙卫队做得越来越好吧。那么得嘞，藏丸阁的小蚩尤合体完成，撒花。